你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财富，除了生活需要，其实只是代为保管，直到死亡那一天，不管你愿意与否，财产最终会被亲人瓜分、捐赠和纳税，穷尽一生的积累，也就这个去向。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视频。这句话是我坐地铁上下班时，看完李连杰先生2023年出版的《超越生死：李连杰遇见李连杰》这本书中感悟最深的一句话。这并不是说我有很多钱，看过我之前发布的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穷二白在上海打拼的农村孩子。之所以感悟特别深，是因为自己的焦虑，甚至可能是埋在心里时隐时现的抑郁症状。疫情是一条分水岭，疫情前整个社会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情绪，大家都觉得生活有奔头，掏空6个钱包都要上车买房的年代。疫情后，社会普遍出现的悲观情绪和不绝于耳的极端恶性报复社会事件，仿佛都在暗示我们，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以预见，中国大概率会重走日本失去的30年的老路。如果闭关锁国，不再改革，不再开放，失去的可能是更多年，40年、50年都有可能。在如此焦虑的年代，如何抚慰自己的心灵，达到心理健康，成为我这2年最关注的焦点。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偶然之间有朋友推荐给我李连杰的这本书。以前不怎么看书的我，毅然决然地看了起来，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这是一本李连杰的自传，书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武术生涯和对人生哲学的思考。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他从武术冠军到电影明星的奋斗历程，还探讨了他在经历人生重大变故后的精神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李连杰通过这本书，希望能够激励和启发读者，让大家在面对人生挑战时，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书中我特别被李连杰详细阐述的他的精神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所吸引。在这里给大家列举我认为能够进入到我内心的几句话。正因为生命充满了不安全感，而名利权力似乎可以填补它，于是人们奋力的追求。但是当追求到某种程度，会突然感受到你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财富，除了生活需要，其余只是代为保管，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不管你愿意与否，财产最终会被亲人瓜分、捐赠或纳税，穷尽一生的积累，也就这个去向。佛法告诉我们，物质与财富本身没有问题，人们的执念才是问题。错把安全感的手段当成目的才是问题。如果摒弃了贪念与执着，那么拥有财富这件事其实是相当中性的。佛法要人放下。有人会说，李连杰有名有利，当然可以喊着要放下。我连生活所需都不够，从来没有拥有过，要放下什么呢？这里所指的放下，是放下心中的执念，放下过度的欲望。这是一种价值观与态度的选择，而非计较物质与本身的质与量。当人们放下物欲的执着，才能真正从身心疲劳中解脱，让自己重新掌握平衡的快乐。我的一位朋友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能力，叱咤三界，从不示弱，如今却过得比较憔悴。我能够理解他的苦楚。我说，以往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兴许都是业力还不够大，如今业浪滔天，总有顶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经历，引发我的深思。人生总有起伏，凡事都有好坏，世事的真相就是无常。我们越是了解，就越能减轻烦恼痛苦的感受。财富、福气、长寿、兴旺，大家都在追逐；贫穷、晦气、短命、衰败，大家都想回避。无奈人间势必好坏参半，倘若无法接受无常，人就难以平静安稳。看完这本书，我豁然开朗。我第一次听李连杰先生谈精神上的幸福和生命的意义，是在当时很火的访谈节目《鲁豫有约》中。他说，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教育，教给人的是生存的技能，但没有教给大家追求幸福和生命的意义。所以即使再有钱的人也会烦恼，他们的烦恼和普通人的烦恼从本质上看并无差异，只不过是烦恼对象数量上的差异。没钱的人为了几块钱满足生存所需而烦恼，中产阶级每个月为了几万块钱工资而烦恼，有钱人为了几十万几百万怎么分配给后代而烦恼。2008年我还在上大学，对李连杰说的只是觉得很有道理，但并不理解深刻。在社会上经历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后，我今年读起这本书，突然感觉茅塞顿开，神清气爽。作为一个理工男和无神论者，甚至我开始慢慢认同佛教中的很多理念。所以今天我特别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请帮忙点赞订阅。如果您有什么想聊的，请留言评论。谢谢大家。